炮火全球的一款名為 OpenClaw 的騰訊、阿里、開源360、 AI。小米連夜推出部署服務，騰訊樓下千人排隊認領龍蝦 ，AI agent 時代嘅必備工具，24小時幫你工作，識自己寫程式，仲識自己上網打工賺錢。2026年本身已經俾人稱為代理式人工智能 Agentic AI 爆發嘅一年，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就喺2026年嘅1月尾，一款叫做 Claude Bot 嘅開源應用橫空出世，大大咁加速咗整個網絡對 AI 代理嘅應用步伐。冇跟開嘅話，可能對 Claude Bot 呢個名係有啲陌生，係咪？其實佢發佈之後就已經改咗2次名啦，而佢而家嘅名號近日紅到連普羅大眾都知。佢就係 OpenClaw 啦，一時之間係人都話要領養翻隻龍蝦，幫自己做呢樣做嗰樣啊咁。我作為科技界嘅先頭部隊，當然都要親身落場試下啦。就喺呢一股龍蝦熱突然吹起前嘅呢1個月，我就已經親身試玩咗一輪 OpenClaw 啦。長話短説啦，我嘅結論係唔好浪費心機去裝啦。至於點解我會咁講呢？以下就係我作為一個只有基本編程知識嘅半數人親身入局嘅真實分享。開始之前都要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我哋嘅 channel 主要同大家分享唔同嘅科技同埋產品嘅格價資訊。唔想錯過我哋嘅新片更新，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OpenClaw 之所以俾圈內人叫佢做龍蝦，全因為佢呢個幾可愛嘅 logo 啦。而佢嘅開發願景係要做一個完全自主，唔使下下靠人類指令嘅數碼代理勞動力。就咁講啊，可能未必明白 OpenClaw 有幾顛覆目前嘅 AI 生態嘅。要了解成件事，首先要搞清楚佢同大家熟悉嘅大型語言模型，亦即係 LLM 有咩分別。你用開嘅 LLM， 亦即係 ChatGPT、Gemini、DeepSeek， 本質上係一個存在喺網絡上面嘅超級問答機。你問一句，佢答一句。對話完結之後，理論上咧，如果你唔提供對話嘅記錄，又或者係冇剔着相關設定，佢係唔會記得你上次同佢講過咩，又或者你作為用家嘅個人身份嘅。而存在喺雲端上面嘅佢哋，更加唔會喐到你部電腦入面嘅任何一個檔案。但係 OpenClaw 呢類 Agentic AI 完全係另一個層次嘅物種。第一，佢由開發嘅根本設定就已經設計咗有長期記憶系統噶啦。你同佢講過嘅嘢、交代過嘅任務，甚至係你嘅工作習慣，佢都會用一連串嘅檔案記住。今個禮拜你叫佢幫我 back up 啲相去相簿個 folder， 下一個禮拜你再叫佢 back up 啲相呢，佢係會記得你上次指嘅相簿係邊一個 folder 嘅，唔使你重新解釋。聽落好似好貼心啊，嗬！但係背後嘅意思係佢一直累積緊關於你嘅數據，一路建構緊一個專屬於你嘅數碼足跡模型。所以有人將同 OpenClaw 對話嘅過程講成係養龍蝦咧，其實真係非常貼切嘅。理論上咧，佢係會越用越聰明啦，越用會越明白你嘅需要嘅。第二個分別，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佢擁有你部電腦全部檔案嘅控制權。傳統 LLM 咧係得把口嘅，你問佢我 desktop 嗰張相係咩嚟，佢係答你唔到啊，因為佢睇唔到你個 desktop 㗎。但係 OpenClaw 唔同。佢本身嘅設計係俾你安裝喺自己部電腦入面嘅，只要你俾足權限同埋資料佢，佢係真係可以喐手做嘢嘅。例如開你個 folder 啦，睇你啲相啦，改你啲 file 啦，甚至係幫你開 browser 登入網站咧，佢都做得到嘅。再簡單啲咁嘅比喻啦，傳統 LLM 只係一個你喺樓下 cafe 撞到嘅智者，佢可以同你傾盡天南地北，但係離開間 cafe 之後咧，佢係唔會記得你嘅。更加唔會幫你處理屋企嘅鎖匙，而 OpenClaw 咧係一個你請翻屋企住嘅萬能管家，佢記得你嘅所有習慣，有齊你屋企鎖匙，可以幫你收信、打掃，甚至幫你簽收包裹。而要養一隻自家嘅龍蝦，實際嘅成本又係幾多呢？ OpenClaw 初初推出嘅時候，唔少 KOL 都話要用 Mac Mini 嚟養蝦，搞到好多人心思思，又要課金買機啦。但係事實上咧 ，OpenClaw 嘅大腦，亦即係背後嘅 LLM 模型，只要唔係安裝喺你部機入面咧，就係透過 API call 去雲端嘅。你部機只係負責接收指令同埋執行操作，真正嘅運算全部喺 AI 巨頭嘅 server 度發生。就以我而家養緊嘅呢一隻 OpenClaw 為例啦，
就係養喺呢一部效能都屬於入門級別嘅 mini PC 入面嘅，而佢嘅整體設定過程都真係冇大家想象中咁複雜㗎。喺 OpenClaw 推出咗個幾月之後嘅今日，網上面隨處都有 YouTube 影片教學，跟住做淨係打開 Windows 嘅 Command Prompt 打幾行字 ，copy and paste 啲曲，佢就會自動下載安裝㗎啦。之後嘅設定過程其實都算幾簡單嘅，但係首先你要攞咗相關 AI 服務嘅 API 先啦。呢方面雖然香港用家唔用 VPN 就未必用到最強大嘅嗰幾個 model， 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國產嘅選擇。要裝都真係唔係咁困難嘅啫。過到呢一步之後，再配對埋 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當我隻專屬嘅龍蝦真係識得同我 say hello 嘅時候，的確係有幾分成就感喺度嘅。初頭同呢一隻龍蝦嘅相處其實都唔差嘅，叫佢處理下一啲簡單嘅任務，例如係報下天氣啦，又或者係整理下電腦入面嘅檔案呢，係完全冇問題嘅噃。即使佢本身有可能做唔到某啲嘢，佢都會自己去揾一啲 AI agent 專用嘅技能工具，亦即係 skills 去安裝，甚至乎係自己去寫一個 skills 去完成任務添。我自己亦都試過叫佢幫我 plan 行程，同埋用呢個行程去寫一個網頁，甚至叫佢操作我裝咗嘅數碼筆記系統去進行記事。喺一般嘅情況之下都冇咩問題嘅，但係冇錯，係講緊一般嘅情況之下。當養龍蝦嘅時間開始長，唔同嘅問題就開始浮現啦。首先，佢同 WhatsApp 之間嘅連結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穩定嘅，有時遇着一啲程式上嘅 bug，成個通訊管道都會閂埋，結果就係要我開翻部機去睇下邊度出錯。另外，佢嘅長期記憶同 skill 系統雖然係為咗更好咁服務你而存在，但係運作時間一長，出錯嘅機會率咧就相對增長。相信有唔少人都同我一樣睇法㗎啦，就係養咗龍蝦咁耐，佢幫我節省咗嘅時間，隨時都唔夠我調教佢嘅時間咁長。就喺我拍呢一條片嘅前一晚，我諗住準備得好啲啦，一心將 OpenClaw update 去最新嘅 version， 諗住有新功能又更穩定啦。點知一更新完，惡魔即刻開始啦！即係龍蝦突然唔認得我用開嗰個 API， 不停啊同我報 error。咁以為係我問題啦，點知搞完一輪上網一睇，先知唔少人 update 之後咧都遇到同一個問題，跟住佢哋啲參數改咧又搞唔掂，最後焗住鏟咗個新 version， 揾翻個舊版嚟裝先 work 得翻啫。嗱，試問一下啦，我都叫有一定經驗啦，都搞唔掂。喺深圳排隊領養龍蝦嘅嗰一班阿公阿婆，有乜可能搞得掂呢？而更加嚴重嘅係 OpenClaw 出起事上嚟唔識喐，都已經係最細嘅 case 嚟。呢一個月嚟，唔同嘅案例喺網上日日新鮮。一係就係 OpenClaw 理解錯指令，將唔應該 delete 嘅 file delete 晒；再唔係就係交咗啲錢俾 OpenClaw 投資，結果蝕清光。另外，養一隻龍蝦背後需要動用 LLM 去進行運算，而越強大嘅 AI 牽涉嘅 token 使費咧就越驚人。喺網上嘅 OpenClaw 社群，啲高手分享佢哋嘅 token 成本，往往係達到幾百蚊美金一個月。但係最值得留意嘅係，即使燒咗咁多錢 ，OpenClaw 嘅效率都相對低。有好多任務根本係可以直接掉俾 LLM Chatbot 就可以完成。除咗呢啲隱藏成本 ，OpenClaw 背後嘅安全風險亦都係令人非常擔憂嘅。事關如果冇適當嘅保安設定，接上網絡嘅 OpenClaw 就等於為各方黑客大開中門。你喺系統入面儲存嘅 API 同埋機密資料都有可能被盜用。網上面就有人做咗個工具，俾大家睇到一啲已經暴露咗真實 IP 嘅龍蝦，數量係多達27萬隻，而且呢個數字仲每一秒都喺度升緊添。其實只要實操一下，當你越係深入 ，OpenClaw 背後可以帶嚟嘅風險同埋隱藏成本係可想而知嘅噃。但係點解就喺呢一個時間會出現大量推動 OpenClaw 又或者係類似 OpenClaw 應用嘅言論呢？諗深一層，呢一股千人萬人排隊領養龍蝦嘅熱潮，最大嘅得益者係邊個呢？唔係我哋呢一啲用家，而係背後賣飼料嘅 AI 巨頭。OpenClaw 呢一類 Agentic AI 講到尾都係 token 嘅消耗大戶，佢每一次思考、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出錯再修正，都要 call 一次 API。換言之咧，就要燒多次錢。
而且因為佢有長期記憶啦，每次對話都要帶埋成個上文下理去 call model，token 消耗自然會比起一般嘅 chatbot 更加誇張。呢幾年唔同嘅 AI 巨頭投入咗天文數字嘅成本去訓練模型，正係頭痛緊點樣變現。而 OpenClaw 嘅出現正好提供咗一個完美嘅回本風口。佢哋就好似開寵物用品店嘅老闆，當然想你養多幾隻寵物啦。唔係咁，成倉貓糧狗糧又點樣散貨呢？當全世界都喺度追捧緊 OpenClaw 有幾顛覆、有幾革命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不知不覺咁幫緊呢一啲巨頭創造緊一個持續而且龐大嘅現金流。亦都係因為咁樣，為 OpenClaw 提供飼料嘅 AI 概念股呢幾日嚟先可以不斷被熱捧，推高股價。經過呢1個月嘅養蝦體驗，加上睇完網上咁多嘅真實案例，我都可以好肯定咁講 ，OpenClaw 確實片面咁展示咗 Agentic AI 嘅潛力。長期記憶令到佢哋可以真正成為你嘅夥伴，檔案控制權令佢可以真正咁幫你做事。呢一啲功能理論上係傳統 LLM 永遠做唔到嘅突破嚟嘅。但係對於一般普羅大眾，甚至係我呢一啲半桶水嘅科技編輯嚟講咧，佢絕對未準備好步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嘅。噩夢就從來唔係喺安裝嗰一刻開始，而係當你真係開始用佢、依賴佢、交託任務俾佢嘅時候咧，先慢慢浮現。硬件成本係低嘅，但係真正燒錢嘅係後面不停吸血嘅 API 費用。如果你唔係一個專業嘅開發者，又或者你冇心理準備要成日同佢搏鬥，亦都冇 budget 去應付每月可能過1000蚊嘅 token 費用咧，就真心勸你唔好花費心神去諗點裝 OpenClaw 啦。但係咁又唔代表你會就咁錯過 Agentic AI 嘅新時代嘅，事關你唔急，班 AI 巨頭仲急過你啦。就喺過去呢2個星期，唔同嘅巨頭都宣布推出佢哋嘅 Agentic AI 服務，例如係 Perplexity Computer、Claude Cowork、Microsoft 嘅 Copilot Cowork、KimiClaw、Manus Agent 等等，功能其實同 OpenClaw 大同小異，但就可以免除安裝同埋維護嘅成本。雖然目前好多都仲係試用階段，又或者係需要俾好貴月費先用得到，但係相信唔使幾耐，呢一啲 Agentic AI 嘅服務都會變成人人都負擔得起，甚至而家喺手機上面其實都已經有類似嘅體驗，例如係 Gemini Live 又或者係 Perplexity Agent 咁，都已經加入半 Agentic AI 嘅操作㗎喇。作為一般用家，除咗唔好太過心急去搶先體驗 OpenClaw， 同一時間其實都要提防一下因為龍蝦熱而催生出嚟嘅騙局。嗰啲收你幾百蚊同你裝龍蝦嘅服務呢，真係唔好浪費錢啦！我哋仲可以預期咧，未來1-2個月將會有好多打住代養龍蝦、雲端龍蝦旗號出現嘅被動收入方案，又或者係賣啲咩龍蝦挖礦嘅計劃啦，10有8九都係老鼠會或者傳銷騙局。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都可以警惕一下啦。相信大家睇完我嘅分享，對呢一股龍蝦熱都有一定嘅了解。唔知仲有冇衝動想養翻隻龍蝦呢？嚇？歡迎喺留言度大家交流一下，我哋亦都會密切留意住 Agentic AI 嘅最新進展，有好用嘅工具自然會同大家分享噶啦。唔想錯過嘅話，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再撳埋隔離嘅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